心驾一路，下步跨虎，接转身摆连。接上势，下步跨虎，正脚按掌。重心移至左腿，双手下按掌，逆缠外蓬。摆右脚脚尖，重心走后弧右移，两手双顺缠，顺势相合。收左脚，虚步点地，两手合于身前中线。右手上穿，逆缠上捧掌，左手下按，逆缠下按掌。合右胯带动左胯扣左脚脚尖。重心后坐，移至左腿，摆右脚右胯外摆打开，左手顺缠上捧合于中线，两手相接于身前。重心右移，转腰甩腿，领膝上提，下沉开步。走大螺旋，重心左移，左手逆缠上捧，右手顺缠拨掌。合住左腿，收右膝，虚步点地。弹踢翻胯，双手击响，摆连打开。顺势握拳，右腿向下放松沉，虚脚点地，左拳顺缠向下砸拳，右拳沉腕坠肩向下相合，领右膝砸拳发力。好，背面展示。下分手，双逆缠外捧打开，重心左腿，顺势摆右脚脚尖，身法朝向于右斜前方，走大螺旋后弧，重心右移，两手顺势顺缠上捧，收左膝，右手逆缠上穿，左手逆缠按掌，沿中线向上交叉打开，合右胯扣左脚，摆掌螺旋外捧。后坐重心，摆右脚脚尖，顺势左手与右手相接，移动重心，螺旋转身，落地开步，下沉相合。先变化大螺旋，领手上捧，合胯扣脚，两手同时上捧掌。收步，虚脚点地，弹踢翻胯，领手相合，轻轻落地，双手顺势握拳，左拳顺缠下砸，右拳领腕下砸，双手沉肩，领膝螺旋相合发力。好，同学们，新驾一路的转身摆连呢，和我们老驾一路的不太一样，但是下步跨虎的转换动作呢，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的新驾一路在这个地方去转接的转身摆连。好，大家注意看第一个细节。首先呢，我们平常做动作非常容易很潦草的两手一分，直接收左脚，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心转化。当两手合于中线以后，我们两手要打开，大家回忆回忆撇身拳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都要利用螺旋来将两手以身带手的向外去进行一个捧掌？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在捧掌的过程当中，先去松合左胯，在左胯松合的过程中，将重心转化在左腿上，同时身法向右斜前方，以身体的螺旋带动右转，顺势摆右脚脚尖。这个时候，身体呢朝向右斜前方45度之后，再通过我们的大螺旋重心向右产生移动。这个时候呢，以身带手，两手随身法的右转螺旋向下产生相合。这个过程当中，身体在带动的时候，要先将我们的大螺旋走到位。这个时候你看，身体会微微的又向左产生一个小螺旋，右向左，随后螺旋合右胯，收左脚向上捧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产生了一个像咱们平常练拳时候的，虽然步伐小，但是在要求当中一样要走出后弧的一个螺旋变化。看后弧螺旋，再走螺旋啊，
进行重心的变化，身法走出来之后，再去走两手的一个变化。那当我们捧在上方以后啊，大家不要去纠结两手啊，到底是在前还是在后，不要纠结两手，左手前右手后的时候谁高谁低。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下步跨虎的这个动作呢，就像扛一个麻袋一样，把人扛起来以后往肩膀上去放。有些同学学习到的是右手在上，对不对？那右手在上的，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它没有产生一个力量的定势，而是直接衔接了下势转身的身法，对吧？那么我们左手在上，它这儿有一个定势以后，就相当于说把我们下步跨虎向上背扛的动作，这个力量和劲力转化的节点表达的很清楚了。所以大家不用在这个地方过于纠结，因为以前有同学特别在乎啊，到底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哎呀，右手在上，它这儿不定势，直接就往上走了；左手在上，证明这儿下步跨虎动作结束，紧接着再去转化为右手在上向上穿捧。所以这些位置呢，大家可以不用去太过多的去纠结于它。那么注意看后边的重点。当我们右手在向上穿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结合身法的螺旋。我们以前讲六风四臂和单边的时候，大家那个功法应该还记得。手想要向上走捧劲儿，它不一定要把手抬起来，而是要让大家通过什么？通过以身法的螺旋下沉。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在合右胯的过程中，右手的逆缠上穿要结合身法的螺旋下落，带动左手下按掌，右手顺势向上穿捧掌。护在哪呢？右手虽在右膝上方，但是护在右侧的额头外侧，左手盖合于咱的左胯外侧和左膝上方，上护头，下护腿。随后这个时候重心是排在右腿上，不要着急，将重心先坐于左腿，沉在左腿上之后，再将右脚右胯顺势向外摆开，虚实要分明。随后两手相接，顺势捧掌。这个时候你的左手上捧也在跟着什么走？跟身法的右螺旋向右转身接手，形成一个相合，不要手自己上来啊。到位之后呢，你看重心在前移的过程里，你的左脚脚尖朝向哪？是不是在那个方向？在我们的身体的斜前方。那这个时候你看啊，咱们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单脚螺旋站不稳，你为什么站不稳？首先基本功咱们说了，这腿上这合劲不够，你站不住，这是一定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说了，你在移动重心螺旋的过程里面，咱的甩腿转身到底是靠腿的力量还是靠你的腰的力量？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啊，在蹬左腿移重心的时候，我们要将意识分别的放在向右转腰和右腿合劲儿的两个地方。在我们蹬出左腿重心到右的一瞬间，你的整个身体是以腰来去带动，腿只是左膝上提，腰腹相合，在螺旋的过程当中收紧我们自己的小腹以及我们的右腿，让腰上有合劲儿，腿上有合劲儿，把左膝再领起来，你再去转的时候，你就能转得很稳，同时控制住你的左腿，再将左膝顺势向外去开步。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你之前的转身站不稳，是因为你大部分的意识都归结于在了你的转身上，就是说老师我怎么去转的时候很漂亮呀，转的时候很高很快呀，但实际上你转的高快与否，转的漂亮灵活与否，是取决了你腰腹上有没有合劲儿和腿上有没有合劲儿的一个核心问题，把这儿要记清楚。如果说你在转的时候，就肚子也是松的，腿也是松的，那你转过来你肯定站不稳啊，对不对？你会去埋怨鞋太塞，地太塞不好去转。实际上不管地还是鞋子，它跟你的螺旋身法是关系不大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当我们转过来以后的这个身法呢，我们的两手在螺旋过程中手的位置是没变的。很多同学喜欢自己再加点身法，加点动作，非要往后再甩一下，怎么回事啊？没这个必要啊，没这个必要。当我们捧上来之后，你身上所有的螺旋
两手都在是跟随身法螺旋的转动，身子怎么动，手就怎么动，频率转身就要到位了。随后你的对拉开步是正好在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下右脚啊，当我们转过来以后，正好跟着右脚踏实，右胯一合，顺势把咱的左腿通过什么力量？看到没有？通过你的右胯在相合的过程当中，把左胯推出去，随后落脚合手。那么这个过程里就是我们说的腿上有合劲了，这个动作做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腿上如果是咱们说的老是松松垮垮的，胯在螺旋的过程当中合不进去，右腿的合劲合不上，你开左步就是站不稳啊。随后呢，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当我们左脚开出去了之后，它的这个动作和我们老架一路当中的摆连一模一样，先进大螺旋，再转身和小螺旋，随后收步领膝。双摆连的问题在哪？踢不着手，踢完了以后站不稳。这个问题是不是和我们转身的时候跟大家强调的这个腰腹相合的问题是一样的？咱们不管是在直播还是在咱们的课件上都跟大家提到过，腿能不能踢起来取决的是你小腹的力量能不能把膝盖领起来。小腹相合，呼气发力。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吸气提腿，呼气弹踢发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腰腹啊，是不是气息向上引的过程中把右膝带起来，胸被气息填满了，然后腹向内压实了，把你的腿是不是拿起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肚子上的劲儿能够来到胯上，胯上带着膝向上弹踢，往中线去走。好，两手外捧弹踢摆脚，是不是踢的方向也有要求？为什么踢不着左手？最容易踢不着也是左手，手搁中线放，你小老往这儿起，那谁会能踢着啊？对不对？而且一踢腿还发现那种弯腰撅屁股了，为啥？双摆连是脚去找手，不是手去够脚。你手不够长的时候，你就要弯腰去够，对不对？身法就不中正了。所以合到这儿以后，身法朝正前方，弹踢摆胯，螺旋相合，动作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同学们就会说，那最后这个站到这儿，为啥站不到这儿？你踢腿的时候用的是腰腹的劲儿，对不对？发完力之后，腰腹只会变得更实，它不可能让你的腹部一下空出来，对吧？所以肚子的合劲是一直不带丢的，你只有合住腰腹的力，右腿才能定到这儿，随后再去衔接下一个新动作的砸拳。这是我们重复的相似的老架一路变新架一路的变化。那么最后这一个动作呢，它就比较难了，就是我们说了，哎呀老师，我头一次见到这种砸拳式的发力，砸在哪？两手呢在打完双摆连之后，身体咱们还记不记得咱讲套路的时候说过一件事情，右腿的翻胯外摆它不是光动腿，而是也有腰带动手与腿的一个螺旋对拉，就是你打完以后，你看身子是往这儿微微去转的，腿是往右斜后方轻轻去落的，你的左肩跟右腿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上身左转下身右落的一个身法对拉？好，那有了这样对角的一个对拉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有螺旋的相合？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你看这是对拉砸拳，那这个就是相合，是不是？砸在哪？左拳在我们拍完双摆连以后，左手掌心朝外逆缠外捧，右手掌心朝外顺缠外捧，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注意看啊，左手握拳，右手也握拳，同时去做双顺缠，以手腕带动，右拳拳背向下翻砸。砸的过程中，咱们都知道，哎呀，老师，我砸拳的时候这砸不出劲儿怎么办？太极拳主宰于什么？主宰于腰，以腰为螺旋去发力。那还是那句话，你在下砸的过程当中，你这能砸出来劲儿不能？不能。腰去转，腰去转，非常明显的，
打完双摆连之后，这个腿和手是不是要求动作里边是慢慢轻轻落下来？那你这个过程当中身法展开了，轻轻吸气，把上身拉长，然后在放松下砸的过程当中，以一手丹田为基准，在腰腹向右螺旋的同时，注意看左边。咱先说左胯，随右转螺旋，左胯左腿向下相合后坐，同时右膝随着身法的右转，右胯的内侧腹股沟的位置向上提，向内相合。你的身体的螺旋整个一变化是一个身法右转相合提膝的动作，身体是一个这样合的一个状态，看到了吧？那你说这样的螺旋力量是在哪的？腰腹上，对吧？那咱们腰也明白了，胯也明白了，剩下剩哪了？两肩和两手手背。咱们之前教大家那个梳头的动作，就是不管直播还是课件，天天让大家去做。为什么要做这个？首先第一呢，手如果在你下砸的过程当中，你总是这样去砸，那么力最后到达的位置上一定是在你的胸椎上，而不是在你的两拳上。我们想把这个劲儿砸出来，必须要怎么样？后背相合，沉肩坠肘，把肩膀落在你的肋骨两侧，让胸肋、胸背都是一个上下相合的整体。肩往右合，那么身一定是往右转，身往右转一定带动肩膀高度相合下沉。所以整个过程里，你打完以后，你看，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以腰在带动两肩下沉的动作。那么咱们不管是口令还是说在细节教学上，都跟大家说到了怎么去砸。摆完以后直接握拳沉肩，先往下沉肩，你看到这儿一打一落脚，对不对？先往下沉肩，落拳螺旋下坠。握拳怎么握？先从放松的空心去握，随后螺旋相合，再变实心的合劲儿。所以这个肩背相合非常重要啊！不要光去想着有腰啦，有腿啦，上身不用管了，不，上身一定要保证它是与腰是相合的。怎么合？沉肩坠肘。好，这是我们新架一路的双摆连。